今天是1871年的一天，前门大街像往常一样热闹。从元代开始，这里就买卖兴旺，贩夫走卒往来不绝。巷子里卖果子的小贩正在沿街叫卖。在那时，走街串巷的活计不只是推销水果鲜花，行走四方的江湖郎中也在一户人家门前服务着他的顾客。这里是150年前的京城。穿过街上的尘土，走进一座深宅大院，又是另一番景象。走廊上3位女子正在小憩，这里的时光似乎流逝得很慢。而在院子的另一端，一位满族女子正让仆人为她盘发。这种繁复的发型叫做齐头，通常需要1-2个时辰的枯坐才能成型。这座宅院的主人是在兵部任职的京城名流，同时他也是大清国的摄影先驱杨坊。而拍下这些照片的是应邀前来做客的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当时的世界，想要留下这些影像，代价极其高昂。在那个湿版摄影的时代，相机是一个硕大的木匣子，底片是易碎的玻璃，感光药水需要现场调配。为了伺候这台娇贵的机器，汤姆逊不得不雇佣一支近10人的苦力队伍。他们挑着几百斤重的行李，担子里装满了大块的玻璃片以及刺鼻的乙醚与酒精。带着这套笨重的装备，汤姆逊推开了总理衙门的大门，拍下了大清权力的核心。一边是程琳、文祥、宝云这3位满洲官员，另一边是沈桂芬、董询、毛昶西3位汉族大臣。为了对抗长达数秒甚至更久的曝光，这些平日里运筹帷幄的权臣必须尽量像石像一样保持静止。在官员中，有一张面孔最让汤姆逊难忘。他专程前往直隶总督府，拜见了当时大清的风云人物李鸿章。在汤姆逊的笔记里，这位北洋大臣气场惊人，身长6尺，仪表挺拔，双眸深邃。此时的中国，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刚刚走过10个年头，手握权力的重臣们寄希望于通过一场改良来挽救一个岌岌可危的帝国。城里的屋檐下披着破旧的羊皮袄，刚从白日梦里醒来的打更人，他的工作是在深夜敲击梆子，计时报时，也提醒人们防火防盗。街头，一位捡拾纸张的老人蹒跚走过。在那时，写过字的纸片是不能随意丢弃的，得把它们一一捡起，送往专门的字纸炉里焚毁。许多古老的营生，如今已经难觅踪影。在红白喜事的队伍里，常能见到这些手举旗幡的打吃手，他们都是被杠房临时雇来，套上礼服，装点排场的乞丐。制作瓷器的工坊里，几个工人在木桌前仔细地为手中的花瓶上色。另一张桌前，满族的女眷们围坐一圈，等待进餐。作为旗人，彼时享有清廷拨付的旗饷，这种仅靠身份就能终身领取的口粮，被称为铁杆庄稼。万寿山的废墟上，黄铜构造的宝云阁在英法联军焚毁园林的战火中得以留存，冷漠地矗立在残砖断瓦之间。城外的13陵神道上，2排巨大的石像生依然在荒草中沉睡。那是1871年的北京，它在风化，却也被汤姆逊完整地拓印在了时间里。汤姆逊的中国故事是从香港开始的。1862年，这个苏格兰的年轻人带着相机与暗房从爱丁堡的丽思港起航，在新加坡、暹罗和西贡辗转了5年时光。1867年10月，他终于来到香港，在皇后大道上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照相馆。汤姆逊的选址颇具商业眼光，紧邻当时的零售巨头联卡佛百货。当时一张大幅的湿版照片售价约为5银元，相当于一名普通教夫1个多月的收入。那时的香港正处于一种交织的状态。如果你走在毕打街或科克伦街的石板坡上，迎面走来的可能是撑着黑阳伞的英国绅士，而他身后几步之遥，赤脚负重的轿夫正沉默地紧随其后。这种文明的并存随处可见。街角的中式茶馆内，
传统的茶客们在光影斑驳的木桌旁悠然对坐。同样留着长辫的本地画师已经在临摹西洋油画的构图与技法了。冲突与交融贯穿了那个时代。九龙的木屋虽然简陋，但门梁上的数字89是港英政府的登记编号。这个微小的细节是当时行政管辖已延伸至此的证明。远处的维多利亚港上载着英国王子的加拉蒂亚号巡防舰已停泊在海面上。为了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阿尔弗雷德王子，香港的街道上搭建起了中式彩排楼。这种以竹篾为骨架的装饰在清代城镇广泛流行，而粤港地区的构造尤为繁复，常能通过纸扎工艺模拟出极具写实感的人物。跨过伶仃洋，此时的澳门已失去远东贸易中心的地位，港口附近随处可见经营苦力买卖的猪仔馆和博彩档位。历经3次火灾的圣保罗大教堂仅存一面石砌钱币矗立在荒草中，从此这座布满中西宗教浮雕的废墟也有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名称——大38牌坊。作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汤姆逊对于东方文明的探索此时才刚刚拉开序幕。为此，1869年底，他决定将照相馆转让，带上3名助手，雇了一艘木船，驶进了波光粼粼的珠江。翻墙林立的水面上飘荡着潮湿的风，这里生活着美丽的疍家渔女，她们常年赤脚踩在湿滑的甲板上摇橹，此刻却在镜头前绽开迷人的微笑。在姑娘们头上流行的苏格兰方格头巾，无声地折射出当时的贸易变局。此时，来自西方工厂更廉价的洋布已经开始冲击中国传统的纺织业。著名的13行档口，伙计们等待着顾客上门。闭关锁国的时期，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而13行便是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第2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军攻占羊城，广州将军府的部分建筑成了英国领事馆。他们招募来的卫兵穿着大清的军服，松散地坐在地上，远处便是六榕寺花塔。越秀山那时还叫观音山。50年后，观音阁的原址上建起了孙中山纪念碑，仅剩下这面越秀奇峰的石牌楼依然耸立山间。广州华林寺里正在持子对垒的僧人，汤姆逊惊叹于他们奢华的气质奇观，也不解通常戒烟戒酒的出家人桌面上为何却放着水烟。让他困惑的远不止于此，他的摄影工作常常被视为夺取魂魄的摄魂术。那次在潮州拍摄一座桥时，突然遭到攻击，一块石头砸碎了相机里的尸板，他不得不仓皇逃窜。好在他已经拍下了照片，这张破损的底片上就此刻印上了一道时代的裂痕。大多时候，汤姆逊显然是一位优秀的沟通者，他将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请进自己的画面，这种信任让大家闺秀并未因异乡人的镜头而局促。她身着华服，在屏风前展示着精致的体面，而手持葵扇的女仆特意拎上了常用的食盒，略显羞涩地示范着她的日常生活。甚至连街头的赌徒也愿意重新铺开席位，他们赤脚蹲坐，摊开自己的吃饭家伙，为100年后的我们还原了一个市井里的江湖。从商人到官绅，从充满稚气的孩童到面容纹理深如刻痕的老人，形形色色的面孔为我们拼凑出了那个时代的群像。汕头一栋楼房的露台上，几名等待各自前程的男子，这里是当时著名的劳工贸易中心，许多青年从这里出发，和绸缎、瓷器一起漂洋过海，远赴他乡。汤姆逊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继续逆流而上，往大清国的深处走去。长江滚滚，越往中上游，江水便越发湍急。在三峡的乱石滩中，纤夫们为了拉动沉重的帆船逆流而上，必须将身体俯低到几乎贴近地面，手脚并用，在礁石间爬行。那些背部和腿部因极度负重而绷紧的肌肉，让汤姆逊在笔记中感叹，如同是青铜铸造的解剖标本。船靠南京，
这座千年古都在洋务运动中萌发了新的枝芽。一处院落里，官员们正审视着新仿制的加特林机枪。这里是金陵机器局，由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是晚清4大军工企业之一。过去战争的连续失利，让这个帝国产生了迫切的技术焦虑。在一门新式后装钢炮前，围满了斜挎着弹药袋的士兵，在他们身后，灭凶残与乾坤之内的字样分外清晰。800里外，岷江之上，福州的金山古寺如同一枚精致的印章，孤悬在江心。不远处的方广寺里，僧人正抬头敲响悬空的梵钟，钟声悠扬。福州城里，铜匠在斑驳的铺子敲打着铜胚，叮当作响。鉴于元代，横跨岷江的万寿桥上挤满了人，一名小贩高举着货架，架子上的面具悬在人群上空，在江风里微微摇晃。在清代，厦门男子以桀骜著称，常令官府感到棘手。很多男子头缠方巾，以此遮盖满清强加的辫子，在着装与方言中恪守独特的地域身份。一间草寮外的孩子们，他们因贫困或社会动荡被送入育婴堂。这个机构由当地商人集资创办，经过核查品行端正的家庭，便可申请抚养这些孤儿。富裕家庭的女子会在裙子的一侧挂上玉佩，称作进步，它既能压住裙摆，也能通过声响约束步态。若走得太急，玉佩便会碰撞叮当，以作提醒。让汤姆逊感叹的还有厦门码头上的劳工，他们拥有极强的耐力，能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下，把重达100斤的茶箱搬上货船。在厦门港沙坡头，这里曾有一块地标性的巨石，上面刻有明代天启年间当地官员修筑冲城的事迹。在随后的城市化进程中，这尊如纪念碑般的巨石已不知所踪。旅程终有终点。1872年，结束了长达4年的跋涉，汤姆逊带着他在中国拍摄的近800枚玻璃底片，登上了返回英国的轮船。这4年里，他记录下了那个帝国在余晖中矛盾真实的切面。他的足迹并不只停留在照相馆，也延伸到了那些西方人极难抵达的角落。1871年的那个春天，他曾跨过海峡，在传教士马雅各的陪同下，深入台湾的南部山区。在那里，他拍下了平埔族猎人背着长弓、眼神锐利的英姿，那是当时世界对这片原始丛林最清晰的一次窥见。他也曾在烟台的寒冬里记录过北方港口的冷冽，在大沽口拍下过那些沉没的巨大炮台。他见过福建茶山上辛苦劳作的采茶女，也曾身染疟疾，在潮湿颠簸的船棚里小心翼翼地调配那些刺鼻的感光药水。回到伦敦后，汤姆逊将这些影像集结成4卷本的《中国及其人民的照相珍藏》，用百科全书式的严谨去解释每一张照片背后的社会逻辑。1921年，汤姆逊在伦敦的一座火车站因心脏病发逝世。这批珍贵的底片被维尔康姆收藏馆收存，他们在档案库中蛰伏半个多世纪，躲过了2战的硝烟，努力对抗着岁月的侵蚀。感谢汤姆逊，让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看见1个多世纪前这些纤毫毕现的历史。